江风世界，朋友们好。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里，但凡要当皇帝，规矩都是挺严的。你得穿上龙袍，坐上金銮殿里的那把交椅，接受文武百官的3跪9叩，这才算得上是名正言顺的九五之尊。哪怕是慈禧太后那种权倾朝野的，也得在小皇帝背后挂个帘子，有个垂帘听政的形式。但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打破了人类政治史的常规。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中国，真实的存在着一位没有龙袍的皇帝。1987年中共13大开完之后，邓小平在名义上退休了。他既不是中共中央主席，也不是总书记，不是国家主席，不是国务院总理，他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都没有进。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这就是一个拿着退休金在院子里逗鸟遛狗的老干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党政正规职务的老头，却能一句话把总书记软禁到死，一个条子就能调动几十万野战军把首都围个水泄不通，最后用机枪和坦克在长安街上趟出了一条血路。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位太上皇在幕后到底玩了什么政治魔术，以及一场学生运动如何演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宫廷政变的。在任何一个稍微正常的现代国家，宪法、党章就是天，大家凑在一起定了规矩，以后不管谁上台都得按规矩办事。但在中共这里，规矩从来都是给底下人定的。对于爬到权力金字塔尖的那个人来说，规矩就是个随用随改的橡皮泥。邓小平是怎么把中共的党章当成橡皮泥捏的呢？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最高权力夺过来。搞政治核心就是抓军权。1982年中共召开12大，当时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把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硬核的位子名正言顺地拿在自己手里。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规矩，军委主席历来是党的主席来兼任的。邓小平为了自己能当上合法的军委主席，直接在12大的党章修改上动了手脚。1982年通过的新党章里专门加了这么一条：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一条就是明明白白为邓小平量身定做的，因为他当时是常委，不是总书记。这么一改，他这个常委去当军委主席，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完全符合党章规定。他上演了一出完美的削履士足，把党章这只鞋削成了适合自己这只脚的尺寸。可是5年过去了，时间来到1987年的中共13大，这一年邓小平已经83岁了。当时党内要求老同志退休的呼声很高，陈云、李先念这些保守派元老都在看着邓小平，意思是老邓，大家都七老八十了，是不是该一起退下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了？邓小平为了逼着这帮老对头退休，自己做出了所谓高风亮节的表率，宣布退出政治局常委，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当了。这下麻烦来了，5年前12大上他刚刚定下的规矩是军委主席必须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现在他自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那这军委主席的位子岂不是要交出去？把军权交出去，那不等于把身家性命交出去吗？怎么办？改，再改一次党章。于是在1987年的中共13大上，全国几千名代表举手表决，再一次让党章听了邓的话。13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里，把5年前那句话给抹了，直接改成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笔，那个必须从常委中产生的硬性规定没了。就这样，一个连中央委员资格都没有的普通党员邓小平，堂而皇之的继续坐在了中共军委主席的位子上，把控着几百万正规军的调动权，掌握着按动核按钮的最高权力。而当时名义上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不过是军委第1副主席，是普通党员邓小平的下级。陈昭先生在研究这段党史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把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完全视为个人的玩物，把党章视为手指，有用的时候拿来擦擦脸，
没用的时候直接扔进废纸篓。他没有穿皇帝的新衣，但他用权力的刀子给自己缝制了一件谁也看不见却谁也挣不脱的隐形黄袍。朋友们，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重重迷雾之后，要看透这些迷雾，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充足的体力和清醒的头脑。为了支持我继续为大家挖掘这些被掩盖的真相，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关注咱们的合作伙伴普瑞堂黑参。黑参是传承古法精制而成的健康补品，对我们日常补充体力、调节精神非常有帮助。我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只要点击影片下方描述栏的连结，在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此外还有特别回馈，购买满$500就送您一根高品质黑参，多买多送。支持您的健康，就是在支持江峰传播真相。好，感谢朋友们，咱们马上走进米粮库胡同，看看太上皇那道最高圣旨到底是怎么发出的。把军权死死抓在手里之后，邓小平在日常的治国理政中又是怎么维持这种垂帘听政的？他连中南海的办公室都不去，怎么控制庞大的官僚机器？从80年代起，邓小平的大本营就在距离中南海车程不到10分钟的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那是一个有2道大门、警卫森严的传统四合院，这里就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政治心脏。邓小平的作息非常刻板，每天早上8点吃早饭，9点准时进办公室。他每天的工作不是召集大臣们开会辩论，而是看文件。在这个四合院里有一条极其高效的信息传送带，核心枢纽是邓小平的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每天早上全中国最机密的情报、各省书记的报告、新华社内参像雪片一样送到这个小院子里。中南海机要部门规定，所有送给邓小平的文件必须在上午10点前送达。邓小平坐在办公桌前，一份一份地翻看，他怎么做决定，画圈批示，就像明朝皇帝在奏折上批红一样，觉得可以的画个圈，有意见的写几句简短的批语。每天下午，这些画满圈圈的文件原路发回中南海，交给前台的胡耀邦或者赵紫阳去执行。同为中共大佬的陈云晚年也是在家办公，但他让秘书每天只筛选5份最重要的文件给他看，放权给底下人。邓小平不同，他要求看到所有的重要报告。他不仅管宏观大政方针，还经常越过总书记和总理，直接对具体人士下达指令。在这个四合院里，没有争吵，没有辩论，邓小平极少听取不同派别的当面陈述，决策过程完全在大脑里独立完成。他通过这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文件批阅，把整个国家的运转都拴在了他手里的一支红蓝铅笔上。这也让前台的最高领导人陷入了极度憋屈的夹板气中。赵紫阳在软禁期间的谈话录里心酸地说，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做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这杆总书记的大旗扛在肩上，威风凛凛，但真要遇到硬骨头，遇到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击，总书记自己说话是根本不管用的，必须跑到米粮库胡同讨来邓小平的一句话，拿到这支令箭才能回去发号施令。每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处理政务时，脑子里转的第一圈绝对不是这件事按法律该怎么办，而是老爷子会怎么想。他们不仅要防着前面的明枪暗箭，还得时刻回头看着后面那根无形的指挥棒。所谓的新中国，在邓小平这套操作下，跟2000多年前的封建王朝不仅没有本质区别，在手段上甚至更加隐蔽和绝对。这种靠个人独裁维系的权力平衡，一旦遇到真正的社会危机，就会瞬间暴露出它最血腥的一面。这个契机出现在1989年的春天。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胡耀邦一走，北京的大学生们自发地开始悼念。当时作为现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做出了一个顺应民心的决定，允许学生悼念。赵紫阳觉得胡耀邦毕竟是党的前任领导人，疏导一下老百姓的情绪，
事情慢慢也就平息了。但这个决定传到米粮库胡同邓小平的耳朵里时，味道就全变了。胡耀邦是怎么下台的？1987年，正是邓小平嫌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在元老们的生活会上硬是把胡耀邦给批斗下去的。胡耀邦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是邓小平一手炮制的。现在学生们上街悼念胡耀邦，称赞他是中共的良心，这在邓小平听来字字句句都是在打他的脸。学生们越是抬高胡耀邦，就越是把邓小平架在火上烤。赵紫阳不去压制这种势头，反而同意让学生公开悼念，这在邓小平的政治雷达里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同先生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赵紫阳同意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决定，让邓小平彻底警觉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晚年都有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那就是害怕出现赫鲁晓夫。当年毛泽东怕刘少奇在自己死后做大饥荒的秘密报告，发动文革整死了刘少奇。如今邓看着赵对学生的宽容，心里不可避免地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赵紫阳就是我的赫鲁晓夫，如果让他继续掌权，等我两眼一闭，他肯定会做一个关于我整倒胡耀邦、大搞独裁的秘密报告。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一旦最高权威觉得接班人要在自己身后翻案，这个接班人的死期也就到了。为了防止赵紫阳日后翻案，邓小平在胡耀邦治丧期间就已经暗下决心，必须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赵紫阳彻底搞掉。可是赵紫阳是13大选出来的名正言顺的总书记，经济改革搞得有声有色，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地废掉他？这就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场足够大的风浪。政治老手的局中局往往是从给猎物塞一颗定心丸开始的。1989年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要出访朝鲜。临行前，赵紫阳特意去向邓小平请示，问这次出访还要不要去，毕竟国内现在有学生在闹情绪。邓小平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演技，面带春风地对赵紫阳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军委主席是邓小平手里最后的底牌。邓小平这么说，等于是给赵紫阳吃了超级定心丸，意思是我很信任你，江山马上彻底交给你，放心出国吧。赵紫阳怀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责任感登上了去平壤的火车，但他前脚刚走，当天晚上邓小平的脸色就变了。4月23日夜里，邓小平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叫到家里交了底，定下了调子，学生的行为是动乱。第二天24日，北京市委按照授意向常委汇报，直接抛出中央有黑手的论调。25日，李鹏把汇报内容正式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拍板将学生行为正式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并立刻成立了制止动乱领导小组。紧接着就出炉了那篇杀气腾腾的人民日报426社论。赵紫阳在平壤刚安顿下来，后院就已经被彻底点燃了。实际上在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已经开完，大部分学生已经陆续回到学校上课，局势正在慢慢平息。如果当时中央顺水推舟搞几次对话，这事儿大概率也就过去了。但是邓小平偏偏在这个局势趋缓的节点上抛出了一顶动乱的大帽子。他不知道这会激怒学生吗？他太知道了，他完全清楚，给那群满腔爱国热忱的大学生扣上反党动乱的帽子，就等于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只有把学生激怒了，让学生大规模上街，把事情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才有借口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才有借口指责赵紫阳前期的怀柔政策彻底失败，进而名正言顺地剥夺赵紫阳的权利。说白了，邓小平是在用唯恐天下不乱的策略，自己制造一场政治危机，然后利用这场危机来完成他的宫廷清洗。那上百万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不过是被一个退休老人用来废黜当朝总书记的道具。426社论播出后的第二天，4月27日，整个北京城沸腾了，超过20万学生冲出校园，
沿途夹道欢呼支持的市民超过了100万人。面对防线，学生们打着邓小平文选里的原话做标语，齐声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沿途的警察防线土崩瓦解，这便是著名的427大游行。这场人民胜利对于坐在四合院里的邓小平来说，比打断他的腿还难受。在政治博弈上，学生直接给他将军了。如果这个时候赵紫阳从朝鲜回来，顺应民意，对话成功，赵紫阳的威望将如日中天，那他邓小平还怎么废黜这个赫鲁晓夫？当常规政治手段用尽而又无法挽回颜面时，对于中共最高掌权者来说，只剩下最血腥的一招了。他毫不犹豫地掀翻了棋桌，而且掀翻棋桌的这个动作比外界想象的早得多。早在社论发表当天，邓小平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到了5月初，全军取消所有请假外出许可。5月8日，邓小平亲自召见各大军区兵种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开始以换防拉练的名义，源源不断向北京周边调动。注意这个时间点，此时赵紫阳刚刚回国不久，正努力推行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点缓和的曙光，但野战军却在暗中集结。邓小平调动几十万真枪实弹的野战军，根本不是为了应对什么毫无武装的学生，而是针对中共内部的政治对手，确保在摊牌中枪杆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5月17日晚，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要在北京实行戒严。几十万大军都已经兵临城下了，这叫讨论吗？这叫通牒。赵紫阳在会上明确表示自己无法执行戒严决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撕下了中共高层仅存的那点政权合法性伪装。5月20日，邓小平再次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而这个会议既没有通知当事人赵紫阳，也没有通知另一位常委胡启立。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老人，在自家的客厅里瞒着现任总书记纠集了几个人，直接罢免了由全国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苦涩地说，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这种极端非法性，连李鹏当时都觉得心虚。5月21日，李鹏打电话给邓小平，建议近日内赶紧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免除赵紫阳职务的事情走个过场落实下来。邓在电话里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会，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刺刀逼票吗？这就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我要在野战军的枪口对准大会堂的情况下，让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我废掉赵紫阳，谁敢不举手，外面就有坦克等着你。这就牵扯到了一个更深层的宪法黑洞。出逃海外的前中共军政要员、总参谋部大校罗宇，也就是解放军罗瑞卿大将的二儿子，曾披露过一个极其核心的机密。6·4镇压之后，总参严禁谈论谁签字调动解放军进城，因为按照1986年的宪法，调动军队发布作战命令必须要有3位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共同签字，军委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缺一个签字，命令在法律上就是非法的。而事实是赵紫阳坚决拒绝签字，所以大军压境，进城清场。从宪法层面讲，彻头彻尾是一场违宪的军事政变。但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宪法写得很漂亮，但从来没人按宪法办事。只要发生宪法和反宪法的斗争，最终胜利的永远是践踏宪法的那一方。最后坦克开上了长安街，机枪对准了平民。事后邓小平发表胜利宣言，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闭口不谈自己在这2个月里是如何步步为营，激化矛盾，刺刀逼票，废黜政敌的。30多年来，6·4镇压学生运动成了官方叙事的反面，也是民间叙事的主流。大家都以为那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但实际上那几百万上街的学生和市民
从头到尾只是邓小平拳头里的背景板和牺牲品。当年毛泽东为了整倒刘少奇发动文革，利用红卫兵把天下搞乱，邓小平为了整倒赵紫阳，故意激怒学生制造借口，最后用坦克收场。不同的导演，同样的手法，利用群众运动制造混乱，借乱杀人，达到清洗政敌的目的。邓小平用枪杆子保住了路线，废掉了他忌惮的接班人。他亲手撕毁了中共内部仅存的一点点规则和制衡，告诉后继者们一个血淋淋的真理：只要你心够狠，只要你握紧了枪杆子，党章宪法不过是包在枪托外面的一层天鹅绒罢了。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看看今天塔尖上那位，他随意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前任最高领导人直接架出大会堂。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所有的荒诞早在1989年5月那个被刺刀包围的北京城里，在邓小平修改党章，绕过宪法，调动大军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赵紫阳曾质问，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10年20年的。中南海的沉默就是对这场沾满鲜血的宫廷政变最真实的招供。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欢迎您订阅点赞，并把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